大家好，这里是爱科技，我是蒋振林。今天呢，再给大家分享一台 iPad Pro 的维修案例。机器呢是可以开机的，但是屏幕已经完全碎裂。从侧面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框已经有变形了，也出现了裂痕，而这还是矫正后的形态。原来呢，弯得更厉害。客人自己呢将它给掰了回来，还好内屏没有损坏，测试所有功能都正常，显示和触摸呢也都没有问题。不过像这个位置呢碎得比较严重。触控层呢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扎伤，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哈，在内屏没有损坏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单独更换外屏的。但 iPad Pro 呢，更换外屏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其他的机型或者手机，而且这个内屏呢是非常的昂贵，所以本期视频呢，我们将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iPad Pro 是如何更换外屏的，以及在贴合的过程中呢，注意的一些细节。首先要将屏幕拆下来。但拆卸屏幕呢，和你们平时看我拆解视频的方法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碎裂的屏幕呢已经变成了很多块单独的小玻璃，它并不是一个整体。如果用拆机片强行去划的话，边上的碎玻璃会受力不均匀，这样呢就很容易伤到内屏。先用加热台加热，温度设置在45度，如果温度太高的话，背光组件呢就会很容易损坏变形，引起灯光不均匀。预热1分钟后，选择四周碎裂最小的区域下刀。这种平刀口呢非常的薄，很轻松就能从屏幕的缝隙中卡入。先将最边缘的胶划开，再卡入塑料薄片，与刀片交替一点一点的向下滑。换其他面的时候，可以将划过胶的位置用塑料片先隔开，防止胶重新粘合。在裂痕比较多的地方呢，卡入刀片后可以稍微加一点点酒精，虽然酒精挥发的快但也不能太多，不然呢很容易渗入背光，导致残留水印。将胶分解后呢，即可取下碎玻璃。沿用这个方法将四周所有碎裂的地方分开，这种地方呢就属于粉碎性骨折了哈。操作过程呢一定要慢，以免扎到手。如果扎到的话呢，那是真的疼。当四周与中框全部分离后，将屏幕位移，先拧下面容排线的螺丝，断开排线，紧接着拧下底部盖板的螺丝，断电取下屏幕。接下来这一步呢很关键一定要将中框四周残留的胶和微小的碎玻璃完全清理干净。如果中框有凹凸不平呢，还要将其修复平整。下一步，利用加热台的真空将屏幕吸附固定。由于屏幕碎得比较厉害中间的缝隙较多，不仅无法将其吸附，而且用钢丝分离时，玻璃呢容易位移分散割伤内屏。很简单，只要在外面贴一层胶带固定，即可同时解决2个问题。真空吸附固定后，先断开面容与外屏的连接，温度保持在45度。由于内屏和外屏之间呢还有一层非常薄的触控层，如果直接下钢丝的话呢，可能会误伤，所以选择一个角，先卡入非常软的塑料薄片，确认将触控层和外屏有分离一点缝隙后，再下钢丝，左右滑动，慢慢向内切割。由于屏幕比较大，还需前后分段切割。钢丝在滑动的时候呢，能明显的感觉到有非常大的阻力。毫不夸张的说，切割的过程呢，就好像在健身房做硬拉运动。来，让我们看看周老师的硬拉表演。分离后，可以看到内屏上还残留很厚的胶。可以选择用电动去胶棒先做一次初加工，如果没有或者用不习惯，也可以用解胶剂配合塑料刀片清理。初加工之后呢，先装机测试确认一下内屏是否正常。
切记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装屏，以免烧灯。开机，亮了啊！测试触摸，一切 OK。下一步呢，细加工，利用除胶液配合无尘布做最后的清理。注意擦拭的时候呢，不要过于用力往下按压。没有盖板的时候呢，内屏还是非常的脆弱的。骨折的位置啊，有着不同程度的扎伤。不过像这种程度的扎伤呢，是可以使用修复液进行一定的修复的，但并不是100%的完美。当贴上外屏以后，几乎就看不怎么出来了。为了方便拍摄呢，我们并没有在无尘车间操作。如果控制好的话呢，在普通的空间也是可以做到屏幕上不沾灰尘的。但我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在无尘车间操作，这样呢不容易返工。确认没有任何残留后，贴上 OCA。可以看到 OCA 的膜上呢是有灰尘的。等一下撕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清除干净，以免不小心掉落至 OCA 上。将屏幕放入模具，撕掉最上面的膜，放入外屏后，用手轻轻的在中间点一下即可固定。取出整块屏幕，放入贴合机。贴合的过程呢为全自动。A few moments later。贴合完成以后啊，内部还是有气泡的，还需要用除泡机做最后的处理。放入除泡机5分钟以后呢，一块全新的后压屏就出炉了。装机测试显示呢没有问题，测试触摸也没有问题啊。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啊，测试触控笔，完美破 fake 特。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素质3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